了家乡，远渡过海洋，沿途风雨险阻往心里放，看日月交换，欣喜和惆怅，眼睛就算迷茫，汗水会擦亮，收拾起行囊，把思念带上，人生在多波折，逆风而上，看笑泪交织，聚散多无常，只要有希望，就挺起胸膛。这天地茫茫，何处是我家乡？要让命运看我从来不投降，无休的故事，岁月会流传，那是因为有爱一直在身旁。这里有希望，这就是家乡。才进我们家门没几天，就跟那个黄真娘学了一招办事。你继续跟她学。二奶奶，什么事啊？二爷回来了。进来吧。他人呢？外面，他要我来问太太，今晚可不可以让他进来睡？你去跟他说，我可不是他那如胶似玉的小老婆。他一定是喝醉了，摸错了房间。二太太，二爷要我跟你说，说什么？他很想太太，想得没用的东西，传一句话有那么难吗？哎呦，二太太，我实在说不出口了，你还是让二爷自己跟你说好了。一定是喝醉了，胡言乱语。去，叫他滚蛋！哦，回来啊！放他在外面闹，我连觉也不必睡了。让他进来吧。哦。想不通，真的是想不通。惠娘，你就别再想了。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就算你再追究，也于事无补啊。不，想不通就更要追根究底，想通它不可，要不然同样的事可能一再发生。小婶婶，你肯定没有人碰过那锅豆腐。我把豆腐煮好之后，阿莹就把它端到餐桌上。那时候，我一直都在旁边。这期间，小婶婶，你是不是想到什么？难道怎么了？阿莹把豆腐端出去的时候，哎呦，你看你笨手笨脚的，别把姨太太的菜给打翻了。我来。原来是这样，你是说青花嫂？她一定是趁你们不留意的时候，在那锅豆腐里动了手脚。她是怎么做到的？只要加点酸甘汁进去，整锅酿豆腐的味道就变了。我们去找娘娘，让她替你做主。娘娘，
你一定要帮小婶婶洗清冤屈，不能让他们主仆俩的诡计得逞。大嫂，你没头没脑的在说些什么啊？小婶婶为阿婆准备的酿豆腐，给金花动了手脚。你亲眼看见了？没有。不过小婶婶看见金花借故从阿英手中捧走酿豆腐，她一定是在神不知鬼不觉下下了东西，让酿豆腐变味。明珠，惠娘说的是你看见的？我没有亲眼看见他动了手脚。那你还言之凿凿。金花当然不会让小婶婶看见啊。不过我很肯定，她跟这件事脱不了关系。我们只要抓她来查问，她一定会招认的。就像上回，明珠，你别跟她瞎起哄。有很多事我都清楚，阿妈也清楚。做事单求问心无愧就好，你不必觉得委屈。这事就让它过去吧。我明白的，大嫂。娘娘，你是要小婶婶逆来顺受吗？惠娘，其实你要这样做，也是为了我好。夜了，你回房睡吧。大嫂晚安。小婶婶晚安。娘娘，你这么做不是纵容二婶还有金花主仆俩胡作非为吗？那你要我怎么做啊？就凭你那无证无据的推测，跑去责问你二婶，自讨没趣。所以我说抓金花来逼问啊。让你读几年书啊，你就以为自己是伸张正义的法官啦？娘娘，别再nha啦，回房去收拾一点简单行李，明早跟你哥去一趟新州。去新州干嘛？去见一个人。见谁啊？是一房远亲，也姓张。是不是查理张？我不去，由不得你。我的婚姻我自己做主，不需要你们替我包办。你是不是要我掌你的嘴啊？你要掌我的嘴，我也要说。父母包办儿女的婚姻，不知道扼杀了多少人的幸福。小婶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我不要做牺牲品。说到义愤填膺，一脸委屈，告诉我，现在是谁逼你嫁了？不就是去见个面？你表姑丈亲自打电话来邀请，能不给面子吗？好啦，回房睡，明天一早的火车。娘娘晚安。惠娘如果嫁入张家，一定会受宠。家世虽然重要，但是品格也不可以忽略。那是当然，因为是远亲，平时也很少来往。我也只是见过他几次面，对他的印象还算是不错。他为人谦恭有礼，学识、教养，在年轻一代算是数一数二。听说做起生意长袖善舞，年纪和东恩差不多，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。我听说他打击对手是不留余地的，尤其会借洋人之力来达到目的。有很多商家已经被他打击得倾家荡产了。你是听谁说的？上回东恩到新州去，我让他打听的。你少听他说，他自己都不争气，还要去批评人家。你知道吗？我带他去跟人家谈生意，他竟然在人家的面前睡着了。你说这有多难看？这孩子对做生意兴趣缺缺，真是令人头痛。不过对他不能操之过急，更不能强逼。你看，我要花多少时间啊，才让他接受我，叫我一声娘娘？真娘，我知道你在他身上花了不少心力，可是就怕他会令你失望。不会的，东恩他一定会成才。广平，不要对你的儿子失去信心。
东恩他一定会让你刮目相看的。就不知道我有没有命看到了。惠娘，该启程啦！我还以为你离家出走啦。苦瓜，火车就该开走了，你还赖在床上，哇，连衣服都没换啊！你怎么啦？我很辛苦。你病了？没发烧啊？谁说生病就一定要发烧啊？没有发烧就表示没有生病嘛？那你哪里不舒服啊？我说不上来，就觉得全身没力，头晕目眩的。啊，那病得不轻啊！你去跟娘娘说，我不能去新州了，让她叫医生来看我。不必啦，即便不请医生，我也知道你得了什么病。啊？我说你得了恐惧婚姻症。你这家伙！你这雕虫小技，连我都看出来了，还想瞒过娘娘？那我就不瞒，我就摆明车嘛，死都不去新州见那个什么查理章。胆小鬼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是胆小鬼，不过是个喝羊水、放羊屁的查理章罢了，就把你吓得躲在被窝里，连门都不敢出。张东恩，你不助我一臂之力，还落井下石啊！我不是落井下石，我是在说残酷的事实。你以为你这只小苦瓜躲在池塘里不见它就行了吗？现在是什么年代啊？现在还是个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盛行的年代啊！只要阿叔一声嫁，你能说不吗？讨厌，讨厌！别再讨厌啦！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我们就去会会他，让查理章这只软脚虎知难而退。苦瓜，你在想什么？你不是说要让那个查理章知难而退吗？我在想办法。那你想到没有？我看不容易耶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来想去，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好嫌弃的。要让人家知难而退，谈何容易啊？这就奇怪了。平时诡计多端，怎么遇到这种终身大事就变得六神无主了？你有办法？当然，我承认你这只苦瓜除了聒噪了一点之外，模样是没什么好嫌的。不过事在人为嘛，既然丑不起来，那就从性格着手。你就干脆当个女霸王。女霸王？能多粗鲁就多粗鲁，有多霸气就多霸气。反正一个大家闺秀不该做的你都做了，那肯定把她吓倒。比如？说话像打雷，做无做事，吃无吃相。我在她面前挖鼻孔。我不敢。臭脚，又抓又烧。我死都不干，死都不干。小雷，噗一声，放给他一个臭屁。张东恩，你少给我出馊主意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们什么方法都不用，就直截了当的跟他说：查理章，我讨厌你，我连跟你在同一个空间呼吸都讨厌，更别说要当什么亲家了。我张惠娘绝对不会嫁给你这个查理章。东恩兄，谁啊？你要当面说我讨厌你的人。啊？他就是查理章。你不是说他？东恩兄，我们在新洲宜花轩见过一面，你还记得吧？略有印象。这位一定是令妹吧？你好，我是查理章。我是张惠娘。家父吩咐我一定要把两位请回家，好好招呼两位。今晚就请两位住在寒舍吧。好啊。两位稍等片刻，我现在把车开过来 ，OK？ OK， 在火车上就受到咬牙切齿，
一见到人就什么都 OK。我这叫礼尚往来，人家对我们彬彬有礼，难道要给他脸色瞧吗？你怎么不说自己没有立场，轻易动摇？这还不都怪你？怪我？当然啊，谁叫你乱给情报？说人家矮如冬瓜，脑满肠肥，满嘴龅牙，说话的时候口水乱喷。你有没有听过“知人知面不知心”？有没有听过“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”？你看到的是金玉，我看到的是败絮。那你有没有听过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”？住进人家的家，才可以把他的个性为人看得一清二楚。哪像你，就凭一己喜好，把人家批评得一无是处，有欠公平。哼！令尊，身体可好？好，家父身体很硬朗。令尊有你助他一臂之力，负担自然减轻不少。你现在一定能够独当一面，成为令尊的左右手吧？哦，不，我对做生意还是不太在行。你太谦虚了。是真的，我对做生意实在没什么兴趣。好，慢慢来。我也好久没跟令尊见面了，本想说借这次老太太60大寿，跟她好好聚一聚，可医生说我不适合远行，只好请查理跟你们回山城，带我向老太太贺寿了。哦，我在国外的日子，最怀念的就是这些娘惹食物。我是第3代的爸爸，你呢？我的外公是土生华人，我的外婆是娘惹。那你也是第3代了。我10岁的时候就被我父亲送到英国寄宿学校念书，他一直希望我能立足国外，所以连我的名字他都取得跟洋人一样。老实说，我觉得蛮别扭的。在国外生活这么多年，我明白，我始终无法变得跟他们一样，所以我选择回来打理家业。你的选择是对的，要不然你就尝不到这么美味的娘惹糕点了。我听说你也念过洋书，读书的女孩子不多，即使富裕的人家也不会让家中的女孩上学。你不是也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吧？当然不是，我支持男女平等，男女都应该有共同的权利。那我们就可以继续谈下去。不过，我对这里的一些习俗还是不以为然，比如婚姻吧，好像还得听从父母之命，这一点我很反对。我也是。不过现在我很庆幸听从了父母的安排，要不然我很可能错失一个认识你的机会。回娘，我们该走了。去哪里啊？我们要去看王叔和陈匡叔。哦，对哦。让查理送你们去吧。不必麻烦了。一点都不麻烦，招呼你们2位是我应该的。那我先去换件衣服。我也去。张广平这个儿子啊，简直就是，哼，窝囊废。张广平长袖善舞，自律慎言，而他弟弟吃喝嫖赌，挥霍成性。现在张东恩，简直就是个废物。那张家不是后继无人了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跟他们结成亲家。惠娘虽然不是张广平亲生的，可是她对这女儿疼爱有加。到时张家的一切落到张东恩的手上，这家伙又是个废物。到时张家的一切就会落在你这女婿手上了。查理没有满嘴洋文，我也不觉得他崇洋媚外啊。那是装出来的啊。我第一次看到他，他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，连名字都叫查理了，
不是崇洋媚外是什么？这点我不同意。我们常说不能看外表评定一个人，同样的，我们也不可以用名字来说一个人崇洋媚外啊。你才认识他多久，就处处帮他说话？你对他认识也不深啊。我打听过的啊，有件事我说给你听，你就会知道查理章有多恶毒。小声一点。我上回二叔到宜华轩，听到商人说橡胶的价格上涨，查理章收购橡胶的价格不涨反跌。有个原主拒绝把胶质卖给他，他指对方毁约要他赔偿，还百般骚扰不让他卖给其他胶商。对方损失惨重，吊死在胶原里。查理章还不放过，把对方的家人都赶出去，强行霸占对方的胶原。有这样的事？当时在场的还有另外2个人，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，查理章和他父亲阴险狡诈，手段恶毒，无人能及。陈嫂，叫我查理就行了。你身体还好吗？好，张少爷，我今天来是送些鸡蛋给你吃，自己家母鸡生的蛋。陈嫂，不必了，拿回去吧，啊，拿回去。要的，张少爷，我们一家人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帮忙，早就抱在一起死了。张少爷，你是我们的大恩人啊，请你收下吧。好，收下。陈嫂，买东西给孩子吃吧。使不得，张少爷。陈嫂，这是给孩子买东西吃的，别推了啊！张少爷，谢谢你，你真的是个大好人啊！菩萨一定会保佑你的。我还要招呼客人，改天再聊。谢谢你，张少爷，谢谢你，我先走了。谢谢你，张少爷，谢谢你。她丈夫本来有一片胶原，他们的胶质都是卖给我的。可是后来有人出高价要收买她的胶原，都没有仔细斟酌就签了合同，哪知道是一个骗局。她丈夫受不了刺激自杀死了。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马上找对方交涉，好不容易才保住了胶原。但是对方却到处散播谣言，说我逼死了原主。应这里一句话，好人难做啊。阿强，请。你说啊，你相信他还是相信我？我当然相信你啊，可是什么？可是你可能被误导了。那些批评查理的商家，可能是以讹传讹，也可能是像查理说的恶意造谣。那你是相信那查理章啦？你干嘛这么紧张啊？说啊，你干嘛那么紧张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妹妹，我不要你被人欺负啊，笨蛋！哥，等等我啊，哥！不生气啦。是。哎呀，你不要生气啦，哥，你不要生气啦。我请你吃冰球。当我是小孩啊？那麦芽糖怎么样？I would like to buy some cough mixture. Cough mixture? Yes. Do you have a prescription? Here it is. Please give me a minute. Sure. 王叔，哎，什么事啊？是这个对吗？对。Thank you. Please come again. Thank you. 张婷，你还认得我吗？我是惠娘，他是我哥张东恩。你的英语说得很好。你的英语说得很好。张惠娘，你怎么介绍了个聋哑的？我不是聋哑，
不是聋哑，我哥是开玩笑的。是少爷小姐啊。王叔，很意外吧？我们又回来了。是有些意外啊。天一，快泡茶。是王叔。哎，少爷小姐，快过来坐。来，哎，少爷小姐，你们这次来新州是给他找婆家。张天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小心点啊！他来找婆家。惠娘小姐要出嫁了。张天英啊，张天英，为什么你这么失魂落魄？难道你对惠娘小姐？张天英，你为什么自己打自己啊？我们都没有怪你，你不用自责的。我笨手笨脚的。是吗？可是王叔还称赞你呢，说你肯学习，肯吃苦，而且晚上还去读夜校学英语。那是我阿哥叫我学的，我也觉得对我的工作有帮助，因为这里常常有洋人来买药。那很好啊。你帮我再拿2个杯子吧，我想上去叫老魔怪下来陪我们喝茶。小姐，陈叔病倒了。有痰就吐出来吧。王叔说你病得不轻，可是还硬撑着要进实验室，所以他才会把实验室的门锁起来，不让你进去的。你王老头拿着鸡毛当令箭，马屁宠一个，就只会拍张广平的马屁。看你病了还要骂人。我让王叔找医生来看你好不好啊？当然不好啦，医生懂个屁呀！我这病该吃什么药，我比谁都清楚。那你这病该吃什么药啊？我怎么没看到呢？因为根本无药可治。是啊，我就快死了。不要那么说。你看，张天也这么说了。臭小子，你来干什么？陈叔，我煮了你最爱吃的鱼粥，你吃一点吧。拿走。啊？你想让这鱼腥味熏死我是不是？不腥的，我已经放了葱姜去腥了。叫你拿走就拿走，还啰嗦。好，你别生气。小姐。去。你也走吧。我偏不走，你能怎么样呢？你不怕死吗？怕。怕就走了，说不定我这病还会传染呢。那，你再不走，我这坛鱼兜头就要给你盖下去了。走了。好了，我走就是了。贝塔的苏的苏马贝塔。张天英。对不起，我吓到你了。不。我刚刚听到你在念什么贝塔索他的，你砍肉碎也要念咒语的啊？不是，我是在背药名。你真用功。小姐，这厨房又小又闷的，你要什么我拿给你。陈匡叔该吃点东西。我知道，
我正准备煮面线给他吃。陈叔是福建人，这面线应该合他口味。不过这也很难说，好像是鱼粥。2天前他还吃了一大碗。他就是怪怪的，所以我才会叫他老魔怪。我帮你吧。哎，不，小姐，我来就好了。你就别小姐前小姐后的，朋友嘛，不用这么客气的。朋友？怎么，你不把我当朋友啊？不，是我高攀不起。我很高吗？我还矮你半个头呢。我帮你切菜吧。哦，谢谢小姐。不要再小姐啦。你一定觉得很奇怪，我跟陈匡叔为什么会这么好？是啊。我的这条命是他救回来的。哦。我12岁的时候生了一场怪病，老是发烧，怎么治都治不好，送进医院，医生也束手无策。后来我阿叔把陈匡叔请来我们家住了1个月。陈匡叔是个合格的药剂师，他对西药的认识很少人超越他。后来我在他细心的照顾下，病渐渐好了。我跟他的感情就是在那个时候培养的。他就像是我的父亲。我离开新州的时候，他还好好的。为什么这趟回来，他突然病得这么严重？惠娘小姐，想说什么？你不要难过，我一定会照顾好陈叔，让他赶快好起来的。谢谢你。陈叔，吃点面线吧。搁着吧。陈叔，这面线是惠娘小姐帮忙煮的。惠娘？惠娘可是你叫的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竟敢直呼头家千金的名字！老魔怪，你别冤枉好人啊！是我让他叫我惠娘的。哦，他让你叫你就叫，不知好歹。哎，滚开！你怎么不叫我滚开啊？陈叔，那你慢慢吃吧，我先出去了。回来。你去把王老头藏起来的实验室钥匙给我拿来。干什么？叫你去就去啊？张天一，你别去！你这个老魔怪真的是不知好歹，病成这个样子还要进实验室。就是因为这样才要进去，我的新药才研究了一半，再不快马加鞭，等我死了全白费了。你不会死的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哼哼，我还真不知道，你是阎罗王在世，要人生就生，要人死就死。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哎，这家伙，他准是发神经了。我经常讲，天
谢头姐娘。中西药结合，效果如何？效果很好，鸦片也轻的话，1个星期就能戒得七七八八了。阿刚，你觉得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头家娘。再辛苦也要熬过去。明天老头家娘过60大寿，给你个红包，大吉大利。谢谢头家娘，谢谢头家娘。谢谢。放开我！快放开我！你们这些乌龟王八！你们等着瞧！快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这些乌龟王八！你们等着瞧！为什么把他绑起来？是他要猛绑的，还千交代万交代，不管他说什么，都不能帮他解开。猪放屁，你忍一忍，熬过去了就没那么辛苦了。放屁！不能无礼！他的烟瘾发作，别怪他。让我来。算了，让我一口气恨完他吧。好，解开他。干脆利落。老头家娘明天过60大寿，给你1个红包。不要管什么老头家娘了，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。你们回避一下。是，头家娘。说吧。张广达，他在招兵买马，种鸦片花。你说什么？哎呀，我是说张广达不止开鸦片馆，还有种鸦片花，生产鸦片，大赚鸦片钱。你说这话可有根据？没有。那你怎么可以信口开河？哎呀，我有没有信口开河？你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他从矿地调动那么多苦力，就是要种鸦片花。阿彩，大爷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不过他找不到二爷，又出去了。他有没有说为什么找二爷？没有。不过阿好说，大爷好像很生气。是啊，太太，大爷气冲冲的来找二爷，二太太过来说二爷不在，大爷就转身离开了。二太太也许觉得大爷的气色不对，就追着去问什么事。他怎么说？大爷说了声他干的好事，就头也不回的走了。你们先回去做工吧。大头家，二头家呢？我不是很清楚。我问了工人，他们说你今天早上调了7、8个工人出去。你把他们调去哪里？这说。去勘察新矿源。你带我去看看。这。走啊！是大头家。走路快一点啊！张老板，罂粟花种子运到了，马上就可以播种了。现在播种，半年就可以收成了。张老板，天气实在太热了。您先回去休息，这里交给我好了。你看，我喝了2粒椰子还下不了火，真是伤脑筋。张老板想下火，那还不容易，我帮你安排好了。你上回不是说要安排那个风骚寡妇吗？哦，张老板还对他念念不忘呢。不是你说的吗？他能让我回味无穷。张老板，今天
就让你得偿所愿吧。谁呀？是我。你来干什么？放心吧，没人，连那些小鬼头都不见一个。还以为你去洗流浪，原来还在睡大觉。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？我再也不要去洗什么流浪了。我在等你的好消息，比当马萨更好100倍的好消息。好消息来敲门了。不过瞧你这张刚睡醒的脸，怎么减了？快去洗一洗，再换点漂亮的衣服跟我走。去哪里？去了就知道了。哦，哎，手脚快点儿。讨厌。找不到，你们找不到我。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是大河啊。嗯。他会不会跑去胡说啊？神经病说的话，谁会相信？你不怕？我不怕。让人知道了，你可就要娶我了。那我求之不得。你这句话我记住啦。抓走了，抓走了，抓走了！小梅，你看，哇，好多！抓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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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了！抓走了！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抓走了！抓走了！抓走了！快回去！抓走了！抓走了！月红，不要这样子，大河可能有话要说。大河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抓走了！抓走了！抓走了！谁被抓走？他妹妹。大河，你说我妹妹被抓走了？你妹妹抓走了！抓走了！抓走了！我妹妹是给谁抓走的？不要打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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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河，我妹妹是给谁抓走的？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黑龙，大河是黑龙打成痴呆的，一看见黑龙就会一直叫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。大河，黑龙把我妹妹抓去哪里了？大河，你快说啊！翠柔，不要紧张，大河是痴呆的，他说的话怎么能相信？我回去看看。哎，翠柔，如果是黑龙的话，你要小心点啊！鸭子、阿平，你们2个也跟过去看一看啊！他真的会抓走翠英吗？如果他那么心狠手辣，那他为什么要救我？惜别的家乡，远渡过海洋，沿途风雨险阻，往心里放。看日月交换，欣喜和惆怅，眼睛就算迷茫，汗水会擦亮。收拾起行囊，把思念带上。人生在多波折，逆风而上，看笑泪交织，聚散多无常。只要有希望，就挺起胸膛。这天地茫茫，何处
遐想，要让命运看我从来不投降，荆棘满身残，挡不住渴望，一旦